少情就陨落，绽放在诸天万语那一刻。苍乱坎坷，鸿沟断隔，还有不甘怒吼着。天神垂眸的动彻，戏弄着冥途辗转又如何？弯道争锋，龙凤齐合，同我无畏复活，燃烧着天地不朽的颜色，用着不惧生死的脉搏，向万族喊着灵魂的歌，傲视与苍穹。北仓殿已开启，凡印记达到4级以上的学员，请上前来。我们也进去吧。走。恭喜大家通过新生测试，我是你们的学姐安然。哇，学姐好漂亮，感觉她境界很高呢。不愧是北仓灵院的学生，果真英姿飒爽。这是学院给予每一位抵达这里的学员应得的奖励。这是什么？玉簪，上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大家成功通过选拔的奖励灵值牌，这上面的数字便是灵值。在这次考核中，印记越高的学员所获得的灵值就越多。学姐，这灵值有何作用啊？通过灵值牌上的灵值，你们可以在北仓灵院中换取你们任何想要的修炼资源，如灵诀、阵图，甚至天阶灵兽精魄等等。任何想要的东西，灵值这么有用啊？为什么我的数字这么少？1100灵值，看上去还不错。洛离，你的灵值是多少？5000灵值，不愧是洛离，你倒是一下子变成小富婆了。安然学姐，这灵值怎么样才能增加呀？可以通过完成学院中各种任务来获得灵值，也能通过猎杀灵兽、上缴灵兽精魄换取。再有便是学员之间私下的灵值交易。看来这灵值的获取手段还真不少。学姐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北仓灵院啊？是啊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进去了？在正式进入灵院之前，印记达到7级的学员还有一个挑战考验。怎么又有考验？唉，没完没了了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考验，希望不会太变态。印记达到7级的新生通过抽签，选择老生进行挑战。你们也可以选择不参加，不过获胜者将获得5000灵值的奖励。竟然这么多，可惜我没资格。太多了。有了这5000灵值，就超过你喽。那我也参加考验，再多5000灵值，可就整整1万灵值喽。我早晚会追上你的。其他几座北仓殿的挑战考验已经出现优胜者了，
分别是冰清、穆奎、杨红。杨红，这家伙的实力看样子提升不少。这穆奎和杨红也参加过灵路吧？没错，这两人在灵路的王级评定中排名很靠前。难怪这么厉害。现在拥有7级印记，愿意参加挑战考验的学员，请走上前来。怎么，没人敢参加吗？安然学姐，在下沐尘，愿意参加挑战。他只是神魄境中期吧？胆子不小嘛，神魄境中期就敢挑战老生，只怕会被狠狠教育一顿。正好借此机会看看，现在的我和杨红有多少差距。我也愿意参加挑战。还有我们，还有我。你们5人根据抽签来选择一位老生做你们的对手。抽签选中对手后，你们依旧有放弃的权利，请慎重考虑。是你抽中了我。那你自己放弃吧，你赢不了我。或者，你可以请你身旁的那位女孩代替你，你们之中也只有她能与我一战。沐尘，放心吧，我自有把握。我相信你。不用换了，就我上吧。还请学姐赐教。不撞南墙不回头，那就随你吧。你们都准备好了的话，就进挑战场吧。是。看来是一组人一个挑战场，洛离他们应该就在附近吧。开始吧。既然是荣天境的强者，那便毫无保留的倾尽全力吧。学姐，请指教。就这点能耐，也学人逞能？金刚浮屠手，破灵之枪。金刚浮屠手竟然这么轻易便被破了，我和他之间的实力差距竟然是如此之大。这灵诀倒是不错，可惜你实力不够。那我们就换一种打法。灵印，这个数量，竟然还是个2级灵阵师。可惜，灵阵师的最大弱点就是布阵速度太慢。不像阵，这么快，原来还会心阵，难怪区区神魄境中期就敢这么嚣张。碎空灵掌，破！哼，也不过如此。想抗衡荣天境的强者，等你成为3级灵阵师再说吧。还没完呢！
想镇压？倒是有点小看你。云波斩！不愧是武大院的学员，果然厉害。沐晨哥哥，加油啊！放心，沐晨很强的。沐哥，要顶住啊！厉害，洛王看来要赢了。学长，承让了。洛离竟然这么快就赢了，不愧是林路出来的洛王，厉害！洛离，洛王，当之无愧。姐姐，这边只怕也要分出胜负了。老师们都好厉害，看来只有洛王能挑战成功啊！沐晨，就这点能耐了吗？那就分胜负吧。认输吧。九幽，我需要开启血脉炼基的力量。随便你。速度怎么突然变快了？学姐，小心了！怕你不成？他的灵力怎么突然间暴涨了这么多？碎空灵掌！那是什么火？竟连灵力都能燃烧！这家伙灵力诡异，看来必须动点真格的才行。出来吧，北冥金文烟！这是万寿路地榜排名第65名的北冥金文英。能逼我催动北冥金文烟，你即便是输了，也足以自傲了。抱歉了，学姐，我可不想输。哦，那倒要试试了。去！沐晨竟能挡住北冥金文英，他真的只是神魔境中期吗？金文英果然很强，不过这是什么灵兽？竟然能后退我的北冥金文烟！这小子可不简单。冰封剑意，好好战一场吧！
再跟他打一场。他们出来了，看来是真的分出胜负了。还不错，这是你的灵芝奖励。多谢安然学姐。我赢了。我也赢了。挑战考核已全部结束，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进入真正的北苍灵院，都随我来吧。哇，这就是北苍灵院，走吧。洛离，我们走。大千世界，浩瀚无比，无数天之骄子和你们一样，万里迢迢来到这耀眼的北苍大陆，便是因为5大院之一的北苍灵院坐落于此。哇，好高的山峰！那是神魄榜，只要你的境界达到神魄界，便可将灵力注入灵芝牌，冲击登榜。而实力前10者会在这山峰上留下姓名，其余名次可通过灵芝牌查看。不过神魄榜也不是那么容易冲击的。为什么？你如果真以为这榜上的人都是神魄境的实力，那就太天真了。这些家伙中，不乏有抓住规则漏洞，趁着晋升荣天境的瞬间强行冲榜、占据名次之辈。他们真正的实力，恐怕早就达到了荣天境。这样霸占着神魄榜，难道有什么好处不成？神魄榜前10，每占据1天，就能因为排名的高低，自动获得数量不等的灵芝。不劳而获的事，谁又能不心动呢？不过这些家伙也就只能在这里逞逞威风罢了。若进入天榜，恐怕连前1000都进不了。哇，这座山峰比刚才的还高！这就是天榜。天榜是指？天榜代表了我们北苍灵院学员的最高水准，只有踏入3天之界，才有资格上榜。而天榜前10，便是北苍灵院最耀眼的存在。天榜第10，周帆；天榜第8，王忠；天榜第2，李玄通；天榜第1，沈苍生。沈苍生能在这种天才妖孽云集的地方排第1，他究竟有多强？终有一日，我将会超越他，站在那最顶端的位置。好了，该带你们去住的地方了。对了，这是灵芝店，可用灵芝在里面交易各种东西。你们也可以通过灵芝牌查看里面的物品，就是看中了再来此地交易。不知道会不会有北冥龙坤惊喜，稍后我得好好查探一番。他们便是另外3座北苍界的优等生。那少女叫冰清，是冰灵族的天才。冰灵族？你不知道，就是那个传说中被来自夏位面的5祖灵动，一人挑战了全族的冰灵族。据说冰灵族还求着5祖的妻子应欢欢回去当族长。看不出来，学姐你还挺八卦。我是要告诉你，这少女很强。那是木葵，是另外一座北苍界中最出色的新生。杨红，你们认识？灵路的老对手。
牧尘又见面了。灵路中大名鼎鼎的血祸者，怎么只是神魄境中期的实力？没想到缺少了灵路灌顶，你我实力竟会相差这么多。你不过是个心机深重又阴招不断的手下败将而已。境界高于我又如何？我照样能赢你。听说你以神魄境中期的实力打败了荣天境的老生，我倒要试试是怎么做到的。那你可要小心了，别再被揍飞了。沐尘、杨红，这不是你们争斗的地方。哼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有何恩怨，待到几日后的新生大会去解决，看谁有资格成为新生第一人。现在确实不是与杨红动手的最佳时机。哼！沐尘，那我们就新生大会上见分晓吧。充足的灵气，这里竟然隐藏了一座巨大的聚灵阵。真不愧是北苍灵院，一个新生宿舍竟然直接建造在聚灵阵之上。我们住这儿，岂不是很快就会晋级？这里便是你们在北苍灵院的住所了。新生居住地便是一座巨大的4级聚灵阵，这里是边缘地带，所以是免费的。啊？难道中心区域还要收费的吗？那当然。中心区域的甲等房间，1个月可要缴纳2000灵芝。怎么还要交房租啊？所以说，灵芝在学院里可是很重要的。学院一共有100多座4级聚灵阵，60多座5级聚灵阵，20座6级聚灵阵和10座7级聚灵阵，甚至还有1座8级聚灵阵。就拿6级聚灵阵来说，一天就要4000灵芝。乖乖，这灵芝可太重要了。不过，在北苍灵院获取灵芝的办法还是有很多的，雷域就是其中不错的选择。500灵芝便可进入，那里有着无尽天雷，可淬炼灵力，强化肉身，修炼之余还能凝练天雷珠，可在灵芝店出售，价格是200灵芝1颗。这倒是个不错的修炼之地。至于宿舍，沐尘，你打算住什么等级的宿舍？现下我还有6000多灵芝。可以选择灵气最充足的甲等，对修炼很有好处。要不，我们住一起吧？徐姐，一间甲等宿舍能住几人啊？2人。那我要一间。我可好样的！洛离，我们要在这里度过几年的修行时光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看来我这灵芝花的还挺值的。走，参观一下我们未来的家。好宽敞的客厅啊，以后可以叫莫灵索尔他们也来玩。不愧是甲等宿舍。走，我们再去2楼看看。
这个房间真的很不错。这房间一看就很适合女孩子住。洛丽，这间就归你了，我住刚才的1楼。嗯，我听你的。洛丽，你能来北苍陵院，我很开心。我也是。从今往后，不会有任何人、任何事可以将我们分开。对了，我先前查看这灵芝牌的兑换物时，在里面发现了可以帮助你突破的神破丹，2万灵芝1枚。竟有这等好东西！以杨红目前的实力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对付。若想在新生大会上战胜他，这段时间你要尽快提升实力。我相信，只要1枚神破丹，就定能助你在1个月内突破至神破境后期。至于那药力狂暴无法炼化之险，可以借助雷域的天雷帮助你炼化。神破丹确实可以快速提升我的实力，只是现在，就算我们2个人的灵芝加在一起，都不够买下它。我有办法了，只要我冲击神破榜，进入前10，就一定能获得不菲的灵芝奖励。对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肯定能够冲进神破榜前10。只是，这一举动恐怕会得罪那些老生，被当成是对他们威严的挑衅。要变得强大，就无需在意他人的想法。况且这大千世界，本就遵循着强者为尊的准则。我知道，你从来都不是畏首畏尾之辈。竟然有人在冲击神破榜！看着灵力的强悍程度，估计冲击到的排名不会低。终于有人出头了，这前10的位置也该动一动。能够达到第4，这实力也是不容小觑了。快看！那沐尘是什么来路？听说是个新生。一个新生，竟然能把神破榜第3名的莫伦给洗掉了。这沐尘胆子倒是不小，不过接下来怕是要倒霉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以莫伦的性子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沐尘太过心急了。沐尘，既然你狂妄无礼，那就别怪学长我给你点教训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拿到了多少灵芝？买得起神破丹了。唉，就这么被赶下来了。北冥龙坤精血。沐尘，你可别忘记当初的承诺。这价钱可不便宜啊！只要有了这北冥龙坤精血，我就能苏醒血脉，完成净化，打破桎梏。放心吧，我定会兑现当初的承诺，为你取得北冥龙坤精血。好，我信你。
沐尘，沐尘，本王龙坤惊喜，得到他。安静点儿，我记着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去购买神魄丹。老先生，我购买1枚神魄丹。1枚神魄丹需2万灵纸。老先生。小女儿，你是洛神族的人，洛天神是你什么人？抱歉，不能告诉你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神魄丹已经到手了，你赶紧去雷域修炼吧。我也得去5级聚灵阵修炼了。既然他现在不想说，那我也不便强问。现在的我，或许没有实力为你分担什么，不过相信我，我会变得强大起来。我先去雷域了，等我出来。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也必须抓紧修炼。这里就是雷域吗？雷域共分10层，越往上天雷越强，收获也会越大。第10层，非化天境以上层次者，不可轻易进入。神魄境初级学员，请于第1层进行修炼，切莫冒进。第1层这种程度的天雷，应该对我没什么用了，先往后面闯闯看吧。第2层的天雷虽然比第1层狂暴不少，但还不够，再往上看看。这个程度差不多了，就先在这里找个地方修炼吧。原来如此。这天雷果然有淬炼灵力的神效，这点天雷之力还不够。再来！是时候突破了。
境后期了。这是，莫非大浮屠诀也要突破了？难道是因为这里的天雷之力？不过第3层的天雷似乎不能完全引入大浮屠诀的突破，再拖延的话，只怕会失去这次机缘。有人想上去，才神魄境后期就想上第4层。小子，硬闯是没用的，等你融天境了再来试试吧。只有融天境实力才能通过光幕吗？那他要硬闯试试了。嘿！竟然真让他闯过去了！他真只有神魄境后期的实力吗？一个神魄境后期的小子，竟能展现出堪比融天境初期的攻击力。洛离不愧是洛王，真的好强大啊！就是，不过牧哥也不弱，刚进学院就敢冲神魄榜，而且还成功了。牧尘哥哥超厉害！牧尘那家伙这么快就冲上了神魄榜第3，我也不能落后。让开！他们是谁？牧尘在哪儿？让他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来找牧尘哥哥的，看上去不像好人呐。牧哥外出修炼了，你若是找他，请明日再来吧。出去了，没胆的家伙，敢冲榜挤下我莫伦，却不敢直面我的愤怒，真是个缩头乌龟。不许你骂牧尘哥哥！索儿，别冲动。原来他就是那个被挤下神魄榜第3的莫伦，这是来找牧哥麻烦的。既然牧尘不在，今日我就先让你们明白一下，在北苍灵院尊重学长是一门必修课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，有能耐就去跟天榜上的人物斗，跑来欺负新生，算什么本事？就是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新生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你们这届新生还真是欠教训，先教训你们这几个带头的。那家伙是谁？这么厉害？竟敢去那么高一台，胆子不小啊！牧尘，他是怎么上到第4层的？
我来掌玄黄。起！这家伙要干嘛？找死不成？别看了，听说木伦带着青红会那帮人去欺负新生了，已经打伤2、3个人了。他被一个新生解下神魄榜，真够丢脸的，肯定咽不下这口气。走，去看看。可可，没动静了。家伙是不是已经被天雷轰死了？他竟然毫发未伤。大副斗罪终于突破至化塔层次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安然学姐，你也在这里修炼啊？恭喜你，你似乎晋升了。还记得被你挤下神魄榜的莫伦吗？我记得。他怎么了？他对你怀恨在心，带着青红会的一帮人去找你麻烦了。听说已经打伤了几个新生，也不知道。多谢学姐相告，我先回去了。牧尘到底在哪儿？你这个坏人！两力！牧尘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子，你就是牧尘，等你好久了。还以为他变成缩头乌龟了，既然回来了，正好借此机会探清他真正的实力。莫伦是吧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今天就算你息事宁人，我也要为我的朋友们把你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屈辱讨回来。燕灵石！小子，确实有些能耐，可惜我不想再陪你玩了。万剑斩！罗死印！牧尘要输了。莫伦学长这招倒是有些看头，那个牧尘怕是有麻烦了。牧尘，怎么可能？竟然完全挡下来了！这是什么武具？好强的压迫力！想要赢我，可没那么容易！经验之脚，神化浮屠，镇压！
球！这就想走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带人打伤了我的朋友，难道不应该给予一些补偿吗？交出灵职来！你说什么？别太过分！青红会不是好惹的。做错事情就得付出代价。这20万灵职就算作我们新生的医药费了。木灵，这20万灵职给大家分了，多谢学长前来送灵职。墨尘，从今往后你最好小心点儿。好走，不送。木哥威武！木哥威武！沐尘这家伙真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沐尘，听说莫伦来找麻烦，我立刻就赶了回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已经解决了。我早该想到冲榜的隐患，如果我留在这里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。一个跳梁小丑而已。你突破到神魄境后期了。多亏木哥及时赶回来了。是啊，可不是嘛。就是多亏了木哥，这些老生也太嚣张跋扈了。青红会还不是仗着人多，才敢这么横行霸道？活该！木哥，老生人多势众，我们以后可能还会遇到今天这种事儿，得想办法把新生团结起来，才能不受欺负呀。听说杨红、木葵他们组建了什么飞龙会、铁木团，沐尘，我们也组建个社团吧，毕竟团结起来力量大。这个主意好，只要洛离参加，那我也参加。还有我，只要沐尘哥哥做会长，我就是第一个成员。你们别闹了，我忙于修炼，哪有什么时间组织社团啊？哎，组建社团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，只要你和洛离坐镇，一切好办。好吧。好，那我先给社团起个名字吧。社团名字就叫洛神会。洛神会，洛神会，洛神会。随着新生大会的临近，所有新生都在竭尽所能地提升实力，期待着在新生大会上取得佳绩。我打赌一定是洛离赢。木哥可不是简单人物，想赢他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哼，洛离大姐大要是认真起来，一定是新生第一人。森罗死印。洛离太厉害了！不愧是我的偶像。我赢了。不一定。总算回来了，我和楚奇正要去找你们呢。怎么，社团的事办好了？基本搞定了。来看看我们刚设计好的会徽。确实挺像的。无聊。要不这样，把我的形象也加进去，正好向外界宣告，
我和洛离都已经名花有主了。随你们折腾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吧，等叶青灵他们修炼回来，我们再详谈。洛离，走吧，别打扰他们甜甜蜜蜜了。洛离，这是天雷珠，对淬炼灵力极有好处。你在5级聚灵阵修炼时，再配上天雷珠，就能够将修炼效率最大化。我听说天雷珠凝练起来很不容易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快回屋去试试效果。沐尘，我把炼化的天雷珠给你，是让你去换灵值，获得北冥龙坤精血的，不是让你拿去送给别人的。洛离和我不分彼此，他使用了就如同我使用一般。哼，我从未忘记过对你的承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赚取更多的灵值，祝你早日得到北冥龙坤精血。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。恭喜啊，玄通！看来你的天玄神诀又突破了。沈苍生那家伙有消息没？他接了天级任务，又跑出去了。天级任务，果然是艺高人胆大。对了，这届新生大会要不要去看看？据说出了些厉害角色。哦，有匹黑马叫做沐尘，在神魄境中期就打败了安然，还挤下了莫伦，成为神魄榜第3。还有2个女孩子，一个是冰灵族的冰清，另一个名叫洛离。洛离，她怎么会来北苍灵院？这洛离长什么样？怎么，你认识她？听说她一头银发，手持一柄黑色长剑，长得十分绝色。竟然还真是她！看来你似乎对这个洛离有点意思呀。一个性子很倔的妹妹，好几年没见了。那我得先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洛离她似乎有喜欢的人了，就是那个叫做沐尘的新生。听说他们俩已经住在一起了。住在一起？他到底怎么想的？他们住在哪个新生区？把我设计的再阳光一些，位置就跟洛离紧挨着，你们觉得呢？行。洛离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来北苍灵院？你认识他？李玄通，好久不见。他是天榜第2的李玄通。你不该这么冲动，离开家族来这里的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在下沐尘，见过李玄通学长。洛离，你付出了那么多，竟然只是为了他，你们不可能有好结果的。我的事与你无关。
为了你好，也为了他好，你还是离开他吧。这事办不到。我知道在一起很困难，说不定会让我遍体鳞伤。不过，洛离他值得我拼尽全力去追逐，即便那条路再艰难，我也绝不会放弃。你根本不知道他背负和承受着什么。洛离为了你来到北苍灵院，会浪费太多的时间。你知道时间对他来说有多宝贵吗？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公平的，你永远都不可能跟寻常女孩一样。你享受着与他在一起的时光，但你知道这是他付出多少代价换来的吗？你不过是自私罢了，根本就不配和他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为了这2年的自由时间，他可是付出了整整……李玄通，虽然我们算是朋友，但你若执意要来干涉我的事，就别怪我对你出手。为了他，值得吗？你的情况，我想你自己也知道。再这样下去，交给我吧。好。李玄通学长，我不知道洛离为了来北苍灵院到底妥协了什么。不过当他在灵路中说要站在我身后，为我挡下背后的冷箭时，我就发誓，不论我将承受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他身前。你现在的事连我都不认可，又哪来的资格站在他面前为他承受？你还差得太远，所以我会不断变强。现实也许会比你想的还要残酷，在我眼中，你还不值得他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所以我一定会阻止你们。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打败学长你了。哼，你这狂气倒是不小。不过想要具备挑战我的资格，等你在新生大会上成为新生第1再说吧。那就请学长等着吧。不仅会是新生第1，你在天榜上的位置，我也会取走。以我目前神魄境后期的实力，还不足以拿下新生大会第1，必须在多场底牌尽快提升实力才行。沐晨，新生大会就要开始了。来了，这就出发。是，木哥，你们怎么才来？沐晨，我们可都是冲着新生第1人去的，你到时候可别输了。尽管放马过来吧。洛离，他太嚣张了，你一定要打压住他的气焰。哎，安静点，长老们来了。哎，那个孩子也是长老吗？小声点，我感觉他好像才是最厉害的。
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小声点儿。新来的小家伙们，老夫乃是北苍灵院天喜长老，名为逐天，负责主持这一届新生大会。天喜长老，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？北苍灵院长老分为天喜与地喜，而天喜长老平时可是很少露面。这次的新生大会与以往有所不同，不再是单纯的擂台赛。不打擂台？这怎么不是擂台？别急，我们听逐天长老怎么说。这一次我们去那北灵山，谁能夺得山巅上的灵旗，就是这次新生大会的冠军。我没听错吧？只要夺取灵旗，就是新生大会的冠军。没想到比赛方式这么简单。小心有诈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当然啦，在这山脉中，可是有着不少的灵兽，在那山顶处，好像还有几头天阶灵兽，诸位要小心应对呀。又是送上门的天阶灵兽精魄啊！对于前5位登上山顶的学员，学院会有灵值奖励。第1位50万，第2位40万，以此类推。最重要的是，排名前5的学员还能进入灵觉神殿，拥有获得神级灵觉的机会。今天这个这么这就是北灵山，竟然如此雄伟，这灵气浓郁环绕，想必里面的灵兽定不简单。看来我们都得小心了。请诸位新生进入传送阵，他会把你们带到北灵山上。现在，我宣布，新生大会正式开始。洛丽，你怎么看？新生大会绝对不会只是登山夺旗、应付灵兽那么简单，恐怕真正的难度会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我和洛黎都觉得此次新生大会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大家小心为上，不可掉以轻心。那北灵山的山顶处似乎有一尊大家伙吧？这个消息你可没告诉他们呀？啊，竟然忘了，真是糟糕啊！不过年轻人嘛，总得需要点刺激，才能激发他们的潜力呀。哎，这老小孩。小心一点，有东西来了。
起，为我们洛神会扬名！好，都各自小心。沐尘和洛离的实力未免太强了，说不定这次的新生第一就要在这2人之中产生了。这2个小家伙实力倒是不俗，不过想夺冠还为时尚早。这北灵山可还有个不好对付的大家伙呢。沐尘这小子表现的还行。这老生是谁？感觉好强啊！哎，别去惹他，我们离远点儿。那是天榜第2的李玄通。他怎么也来这里了？难道说这届新生里有值得他关注的人？怎么这么安静？难道我们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？小心点，这周围似乎藏着强大的气息。我们加速，尽快通过这里。看来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谨慎。沐尘，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吗？杨红，不用那么紧张，刚才那一击可不是为你准备的。万寿路地榜排名第86的吞山蟒，天阶灵兽。据说成年的吞山蟒能抗衡融天境后期。不过还好，从体型上来看，这只是幼兽。洛林，你盯住杨红，这头巨蟒交给我来对付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找错人了。没想到还挺灵活，看来得找准机会再出手。竟然这么强！一条小蛇就把你难住了，那就让他陪你继续玩吧。浮屠手！看来都在等我们解决这头凶兽呢。不好！地魔兽竟然有这么多！
兽聚集起来，可比天阶灵兽强多了。不宜纠缠，我们快走。只要率先冲入传送点，到达山巅拿到灵旗，就能成为这届新生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，而那人必定是我。那应该就是去往山巅的传送点。沐尘，别急，此地处处透着诡异，我先探一探。沐尘，没想到来的还挺快呀，沐尘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杨侯，别耍这些小伎俩了，你要是想现在斗，奉陪到底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亲手解决你吧。来得真快，现在动手，恐怕会被他们坐收渔翁之利。一会儿再找机会收拾你。没事吧？快看，是传送点！那还等什么？上！这鬼地方也太热了，我得快点冲过去。这绝不是自然形成的地貌。陆离，跟紧我。好。陆离，等一下，好像不对劲。好强的灵力波动！这么狂暴的灵力，下面必定藏了个大东西。厉害，疼死我了！穆奎这招的防御力，恐怕不弱于我的大浮屠诀。这是，灵渊怎么把这个大家伙给放出来了？这也太危险了！唉，看来这些新生是过不去了。这些岩浆大手好像有攻击范围。洛离，你看这些石柱，像不像是有人故意安插在此处的？你的意思是，那个大家伙是被禁锢在了这岩浆之下？若是如此，这些大手伸出的高度，便是他能攻击到的最大距离。要不要跟我闯一把？有何不敢？两个蠢货！果然如此，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如此，沐尘，多谢你带路了。
那家伙醒了。这灵力波动太强了，先别轻举妄动。 此地并不安全，岩浆大手很可能会挣脱束缚，要是被前后夹击就危险了，必须要尽快闯过去才行。小家伙们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硬闯很可能会受伤，我们可以先观察，找到薄弱环节，想办法将其击溃。 到了，我先去试试。太危险了，还是我来。如果成功了，你就立刻跟上。好。啊！沐尘这小子想干嘛？就是现在！哼，这个蠢货。 有效果，好，绝不能退。给我！这两个家伙疯了！ 不能让他抢先了。竟然一个个都硬闯，这不是欺负我修炼的木系功法不靠我吗？不管了，我鼻子厚，耗也能耗过去。这一回还真是没干。看，有人到了。 这就是灵旗，沐尘，还不是时候。哼。你果然只会这种偷偷摸摸的招数，真有本事，就来正大光明的比试一番。沐尘，你少在这里说大话。就依你，这次我们就彻底做个了断吧。请二位稍后，等他们的战斗有了结果，我便不会拦着你们抢灵旗。若是二位等不及，那我来奉陪。他们想斗。 那就尽管斗，我会挑战他们中的获胜者。这一届的新生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这几个新生可真强啊，看起来没一个是好对付的。听说这个新生沐尘就是上次灵鹿那个血祸者，竟然是他，那岂不是没有得到灵鹿冠顶？这想要夺第一，恐怕难了啊。沐尘，
接下来我会让你明白，在这北苍灵院，我杨红终究会把你压制的暗淡无光。那我会把你打的不敢再说这句话。就凭你，你真以为我的实力只是融天境初期吗？融天境中期，这家伙果然一直隐藏着实力。拿出你的真本事来，不然你只会被我碾压的犹如死狗一般。的确算个厉害的对手，不过，来吧！如果只是比拼灵力，我这神魄境后期确实有些吃力。看到了吗，沐尘？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好了，没时间跟你再耗下去，解决掉你，我还得去夺灵旗呢。哼，今天杨红会彻底碾碎你的自尊。沐尘只怕扛不住这一击。是啊，应该不至于这么弱吧？看来胜负已定，沐尘要输了。他没那么容易失败。破！惊雷烈灵阵，被逐出灵路后，这家伙竟成了灵阵师。我就不信，这东西能将我所有的攻击都挡下来。破天灵旗！哼，看你还怎么防！去！还没完呢！龙象阵！速度竟然这么快！哼，不管你还有多少手段，我都将会把你踩在脚下。龙象镇压！破天灵玉手！沐尘，这些手段吗？上钩了！给我破！就是现在！大天魔之阵，那是3级灵阵。你再尝尝这个！这杨红恐怕凶多吉少啊！之前的2级灵阵，看来只是诱敌之气。不过这沐尘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放出2个2级灵阵和1个3级灵阵，实在太恐怖了。这个小家伙不仅修炼了灵阵，而且看样子已经熟练掌握了初级心阵。没想到还会心阵。不过你真以为一座3级灵阵就可以和我叫板不成？竟是
万兽录地榜排名第50的上古虎蛟。上古虎蛟，牧尘，接下来你要如何应对这番局面？这家伙果然没那么简单。牧尘，不是只有你有隐藏的手段，等着看我怎么破了你的灵阵吧！上！牧尘就要输了，你不去帮他吗？你完了！这是什么灵兽的神话？好恐怖的气势！这种波动真是不得了。九幽阙那种存在，可是拥有着进化至神阶的潜力。牧尘这小子竟然炼化了他的精魄。以他目前的实力，怎么可能炼化得了这种层次的灵兽精魄？竟然能够与我的力量同化到这种程度，真是便宜你这家伙。好了，九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自己来处理了。随便你喽，输了可别怪我。这个家伙太危险了，竟然不使用灵兽，你会后悔的！大浮屠诀！缩头乌龟！只有这种程度吗？这黑塔似乎在哪里见过，看来就要分出胜负了。这威力，恐怕天榜的强者都不能轻易接住吧？就凭这破塔，也想拦住我？新生第一是我的，谁都抢不走！浮屠之塔，镇压万物！怎么可能？狂暴的灵力，这黑塔还真有点分量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扛得住。
竟然还站着，这强的还没分出胜负，真是太精彩了。这次是你来偿还灵路中的血债，下一次就是姬玄了。明明失去了1年的修炼，明明失去了灵路灌顶，你为什么？要在绝境之中燃烧我的魂魄。洛离的眼光还算不错，不过在打败我之前，你仍然没有资格留在洛离社。他真的只是神魄境后期吗？不过他这样恐怕也没有余力夺旗了吧？沐尘，没受伤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的灵力已经耗尽了，恐怕无法再争夺这灵旗了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什么新生第一，我才没兴趣，我只想和你打。她们2个女孩子，算了，我直接放弃。沐尘，你得答应我，等你恢复了，陪我打上一场，就跟刚才那样，不用客气。越狠越好。这次新生大会被你们弄得好没意思。既然你们俩都放弃了，我若再去抢夺灵旗，看上去也太蠢了吧。灵旗我也不要了。这2个家伙倒是有些个性，送上门的新生第一都不要，竟然都放弃了。哎，现在的新生真是有些搞不懂究竟是在想什么了。这洛离都没出过手，这次的新生第一恐怕算是北苍灵院这些年中最为轻松的一次了吧。哎呀，无妨无妨。我宣布，本次新生大会到此结束。新生第一由洛离获得。沐尘，洛王，洛王。这次的新生大会可真是太精彩了，特别是沐尘和杨红那一战。是啊，沐尘的表现可连平时那些趾高气扬的老生都不得不佩服。虽然不是沐尘拿到灵旗，不过我觉得他才是这届新生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明天他们便要去灵爵殿了吧？真是羡慕呀！不知道他们会获得什么好灵爵。对了，我听说杨红似乎才从昏迷中醒来，想必他以后再也不敢小瞧沐尘了。今晚的月色真美啊！明天就要去灵爵殿了，今天好好休息，不许再修炼了。新生第一下命令了，那我一定听话。哼。刚才那道意念极为强横，应该是藏在附近的守殿者。有这等实力的守卫，恐怕无人敢造次。哈哈哈！你们2个速度可真快啊！这地方守卫也太森严了，我刚才差点就被那道意念吓得掉头就走。看来他们也受到了那道强横意念的审查。小家伙们，
很守时嘛。见过诸天长老。这里便是灵爵殿了。你们想要的灵爵都在里面，只要拥有足够的能力以及机缘，甚至还能获得神级灵爵。随我来吧。刚才那道强横意念带给我的压迫，似乎就是来自这个灵阵。小家伙们，这片璀璨的光河便是灵爵殿存放灵爵之处。你们想要的灵爵都在里面，它的深处甚至还藏匿着神级灵爵哟！神级灵爵，嘿嘿嘿嘿，有追求是好事，不过老夫也要奉劝你们，一定要量力而行。不要以为进入这灵爵殿便一定能获得想要的灵爵，一旦挑选失败，你们将会空手而归。挑选失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这光河中获得一些寻常灵爵倒也罢了，可若遇见并且抓住了那种厉害的灵爵，便会被传送到闯关大殿。闯关大殿，在那里你们会遇见与所选灵爵等级相匹配的灵爵镇守者，只有击败镇守者才能真正获得灵爵，而一旦失败，就只能铩羽而归了。这灵爵殿的灵爵，果然不是那么好拿的。嘿嘿嘿，所以奉劝你们不要太过执着于追求最厉害的灵爵，否则倒霉的只会是你们自己。看样子你们都等不及了，那便开始吧。希望你们这次都能获得心仪的灵爵。走。不知道这几个小家伙会有什么收获。想要获得神级灵爵，可没那么容易呀。看样子，进来之后大家都分散开了。大崩雷拳，灵级中品灵爵，权势如崩雷，刚猛霸道，足以震山裂岳。没想到随便抓一道灵爵，都是灵级中品的层次。好东西，应该都在后面吧？大罗冰玉手，灵级上品，以极寒灵力修炼，大成之时，寒气霸道，触者性化冰雕，拍之则碎。啊，这是什么灵泉？好像不一般啊！这般特别，就是他了。惊
到手了。九龙天风诀，准神级灵诀，采天地罡风而修炼。大成之时，九龙呼啸，撕天裂地，神威莫测。准神级灵诀，准神级的灵诀已经极其强大了，若是太贪心，恐怕什么都得不到。怎么回事？九瑶，是你在搞鬼吗？那可是准神级灵诀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不是我。难道是这神秘的黑纸？黑纸之前都未曾有过什么动静，这次他想干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黑纸又要干什么？黑纸应该不会害我，可他这到底要把我带去哪里？不知道这次的小家伙们机遇如何，会不会有人如沈苍生、李玄通那些小子一样，获得神级灵诀呢？这就要看灵诀殿的心情了。不过此次新生中倒也有一两个比较厉害的，想来获得准神级并不难。这里是光河的最深处。这难道是？这黑纸又想干嘛？你快起来看看，既然是黑纸把你带到了这里，那这灵诀一定不简单。这灵诀上面的气息，比之前的准神级灵诀强太多了。四神星宿经，没想到黑纸竟然帮你选了个神级灵诀。神级？你知道这个灵诀？听说这四神星宿经是以四方星宿之灵创造出来的强大神诀。可召唤四方星宿之灵，四神齐聚，能撼动乾坤。竟然是如此之强的神诀！怎么，你确定要这灵诀？按外面那些老家伙的说法，这灵诀镇守者的实力绝对不弱。看来这四神星宿经与我体内的神秘黑纸似乎有所关联。既然有这等机缘，那就不能错过。就算挑战灵诀镇守者失败了，大不了就是空手而归。有人接触到储藏在核心地域的神级灵诀了。怎么可能？那里就算是化天境的人都无法进入，而且那里的灵诀根本就不在学员挑选的范围中，怎会被人接触到？是那神级灵诀自己冲出去的。什么？是什么神级灵诀？四神星宿经，是那部极其古老且无人修炼成功过的神级灵诀吗？是。这部灵诀现在在谁手里？竟然是沐尘！这小家伙还真是不简单，不仅身怀九幽阙精魄，还能让四神星宿经主动来投。有趣，有趣。
这就是镇守者吗？似乎是个傀儡。闯关者，打败我，你才能够获得灵爵。好强悍的实力，看来必须全力以赴才行。好快！镇守者的实力肯定超越了荣天境，现在的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见机行事。这小家伙虽然侥幸得到了四神星宿经，不过看来并不具备打败镇守者的力量啊。四神星宿经的镇守者，起码相当于化天境初期的实力。牧尘只是神魄境后期，实力相差太远了。可惜呀，看来他是没机会拿到四神星宿经了。唉，没办法。一切只能按照灵爵殿的规则来办。不知道其他的小家伙们怎么样了？简直毫无破绽！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我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炎波之阵！连3级灵阵都对他无可奈何吧？九幽，我需要你帮我。这事情可不是我惹出来的。你找罪魁祸首去，你就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吗？行吧。那镇守者虽实力不弱，但终究是个死人，也不一定非要硬斗。若是能隔断镇守者与力量来源之间的联系，这大东西自然就无法再动弹了。那又如何才能隔断两者之间的联系？那我怎么知道？你自己去找。这样不行，必须靠近镇守者，才有可能找出他的力量来源。这是灵阵波动，难道是甲胄上的灵阵在操控他？那么，只要破坏了灵阵，应该就能阻断力量来源与镇守者之间的联系了。谁说万族生来就该分出个对错？谁说卑微的誓言就不能算承诺？那些笑过、吵过、不屑一顾的缄默，何必太执着？要在苍穹榜上刻下我的名字，证明我曾经来过。战越战越狠，